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乎健康和寿命的重要话题，就是三酸甘油酯。最近有一项震撼医界的最新研究显示，三酸甘油酯的天敌已经被找到。如果你能坚持每天吃一次这种食物，想让三酸甘油酯升高，可就比登天还难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的血管将保持通畅，不堵塞，远离常见的三高问题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都不会找上你，甚至连心肌梗塞、脑中风这类可怕的疾病，到了100岁都可能与你无缘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别急，让我们从头开始，一步步揭开真相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三酸甘油酯。简单来说，三酸甘油酯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脂肪，也可以称为血脂的一种。很多人提到血脂，第一反应是胆固醇，但其实三酸甘油酯也是血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它就像是在血液中流动的油脂，如果含量太高，我们的血液会变得粘稠，流动变慢，甚至容易堵塞血管。你能想象吗？在严重的情况下，抽出的血样本中脂肪含量过高，血清看起来会发白发浊，就像草莓奶昔一样。这种现象可不是夸张，医生真的见过三酸甘油酯爆表使血液变成奶昔的案例。当血液里充满这些油脂时，危险就悄然而至。血液粘稠意味着血管容易堵，正如高速公路上车太多会塞车一样。高浓度的三酸甘油酯会在血管内壁积聚，形成脂肪堆积，时间长了可能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。一旦这些斑块堵塞了血管，就可能引发可怕的后果，包括心肌梗塞或者脑中风。事实上，在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危险因素中，高血脂一向被视为头号杀手，而三酸甘油酯就是其中一个隐形杀手。你可能会想，我是不是年纪大了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？其实不然，现代生活中高血脂，包括高胆固醇和高三酸甘油酯，早已成为普遍问题。根据最新的调查研究，现代人中有大约1/4都罹患高血脂，这个比例非常惊人，表示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血脂超标。在我们身边的亲友里，就可能有人正深受其害却不自知。更危险的是，高血脂常常没有明显症状，不会让你感到疼痛，也不会突然发烧咳嗽，但它却在默默损害你的心血管健康。当你真正感觉不对劲时，可能已经是血管堵塞非常严重的时候了。许多人误以为只有胖子才会有高血脂、高三酸甘油酯的困扰，但事实是瘦子也会中招。血液中的脂肪浓度与体重不见得成正比。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有很大一部分是身体自己合成的，和体重没有直接关系。而三酸甘油酯的高低往往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外表看起来很瘦，但如果平常爱吃油炸食物、甜点、含糖饮料，或者常常喝酒、熬夜，那么你的血脂照样可能居高不下。医生们就常常遇到一些年轻的上班族或身材瘦小的女性，体检报告拿出来，却发现三酸甘油酯爆表，让人吓一跳。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把体重等同于健康，但高血脂不等于肥胖。胖子固然容易血脂高，但瘦人如果饮食不当一样可能血脂超标。有的人天生新陈代谢好不容易发胖，但这并不表示他的血液里没有囤积脂肪。尤其是都市生活形态，让大家活动量少，压力大，饮食却越来越精致，白米饭、面条、蛋糕、甜点吃得多，这些都会让三酸甘油酯在体内偷偷升高。不知不觉间，你的血管可能已经在累积油脂了。我们再深入一点来探讨三酸甘油酯究竟从哪里来，为何会在血液中累积。它其实主要来自2方面，一是身体自己合成，二是食物摄取。当我们吃进大量热量，特别是糖类、淀粉和酒精时，身体用不完的能量就会转化成三酸甘油酯，存在肝脏和脂肪细胞中备用。因此，大鱼大肉也好，甜饮料、白饭、蛋糕也罢，只要摄取过量，都可能让血中的三酸甘油酯浓度上升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精制糖和精制淀粉的影响。很多人以为吃脂肪才会让血脂高，但其实吃过多糖分、白饭、白面这类精致碳水化合物更容易让三酸甘油酯飙升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精致碳水吸收快，短时间内血糖冲得很高，身体为了应对血糖，就分泌大量胰岛素来把糖分转换成脂肪储存起来，而这脂肪储存的形式就是三酸甘油酯。换句话说，每一次大吃甜食和淀粉，就是在给肝脏下指令，快把多余糖分变成脂肪囤起来。结果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浓度直线上升。酒精也是让三酸甘油酯升高的帮凶。喝酒之后，酒精在肝脏代谢时也会优先转化成三酸甘油酯。长期酗酒的人常常伴随高血脂和脂肪肝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爱喝含糖饮料、甜食或酗酒的习惯，那就要特别小心，你的血管正在承受额外的负担。当三酸甘油酯长期过高时，带来的健康隐患绝不只是血液粘稠而已，它与许多代谢疾病和重大疾病都息息相关。首先，高血脂会加速动脉硬化，刚刚提到的心梗和脑梗风险就大增。其次，三酸甘油酯太高，还常常和脂肪肝连在一起，因为多余的脂肪首先囤积在肝脏里，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，时间长了甚至可能发展为肝炎或肝硬化。再来，高三酸甘油酯往往伴随胰岛素阻抗和糖尿病风险升高。当身体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时，血糖控制变差，胰岛素反而越分泌越多，肝脏合成脂肪的信号也一直处于开启状态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甚至有研究指出，与胆固醇相比，高三酸甘油酯可能对胰脏造成更直接的伤害，导致急性胰脏炎的风险升高。这可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急症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？更让人紧张的是，正如前面说的，这一切在早期都很悄无声息，没有痛，没有痒，你可能完全没感觉。然而危机却在累积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定期验血检查，谨慎一点总行了吧？这当然是好的。我们强烈建议成年人大概每年体检时都测一下血脂，特别是如果家族中有心血管疾病史。但我们还想告诉你一个关键，那就是三酸甘油酯是一个对近期饮食非常敏感的指标，也就是说，它的变化可以很快，短短几天的不当饮食就能让它暴涨。相反，几天的良好饮食习惯也能让它显著下降。有一个真实案例非常典型，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上班族，平时自认饮食算健康，但因为连续放假出游1周，大鱼大肉、甜点美食吃了不少，结果回来检查血液，发现他的三酸甘油酯飙到了417，远远超过正常上限150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才放纵几天而已，指数竟然高成这样。没错，三酸甘油酯就是这么任性，大吃大喝几天，它能飞上天。但有趣的是，如果你管住嘴，也能让它乖乖落下来。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现象。在挪威有项研究发现，让一些原本三酸甘油酯过高的患者连续3天采取低脂、高纤维的清淡饮食，他们的三酸甘油酯水平就明显下降。仅仅72小时的健康饮食，就让血脂指标出现了好转。另一项研究指出，如果平常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，三酸甘油酯往往升高得快，但只要每天保持一定量的运动，比如每天快走5-60分钟，就能抵消一部分碳水带来的负面影响，避免血脂飙升。总而言之，短期内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，足以让三酸甘油酯产生巨大波动。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，也是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，你不能心存侥幸，以为放纵几天不会有什么大不了，因为身体很诚实，马上就给你上了体检报告上的红字警示。但好消息是，三酸甘油酯也很听话，你付出努力，它就给你回报。只要开始调整生活方式，几天之内就能看到指数往好的方向变化。比起胆固醇等指标，它的改善速度更快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我们找对方法，对症下药，控制三酸甘油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既然三酸甘油酯如此受到饮食影响，那我们控制它的重点也很清楚，就是从饮食入手。传统观念里，很多人想到的是少吃油、少吃肉，甚至直接吃药。但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研究把焦点转向了一种神奇的食物成分，希望找到不用药物也能有效降血脂的方法。医生和营养学家们一直在问，
难道就没有一种食物可以成为三酸甘油酯的克星，帮助我们把血脂稳住吗？一些市售的保健食品确实打着降血脂的招牌，比如红曲、深海鱼油、植物固醇等等。其中红曲含有 monocholine K， 能够抑制体内胆固醇合成，鱼油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有助降低三酸甘油酯。然而这些都只能算辅助，医生也提醒，靠保健品的效果往往有限，远不及真正的药物来得明确。如果已经是严重的遗传性高血脂患者，该吃药还是得吃药，不能单靠食疗。不过大多数人的高血脂其实是生活习惯造成的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饮食调整的潜力非常大。一开始专家们建议的是少糖少淀粉，毕竟前面分析了糖和精致淀粉过量是推高三酸甘油酯的元凶之一，但对许多人而言，要完全戒掉白饭、面条、面包和甜点并不容易，毕竟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日常主要的热量来源，而且这些食物往往很好吃，让人难以抗拒。于是科学家们退而求其次，能不能换一种淀粉来吃？换句话说，不戒淀粉，但选择对健康更有利的淀粉类食物，这样既能让人有饱足感，不挨饿，又不至于引发三酸甘油酯飙升。就在这样的思路下，他们发现了一个营养学界的秘密武器，一种被称为抗性淀粉的物质。最近的研究发现，只要把日常主食中那些精致淀粉，比如白米饭、白面条等，替换成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，短短几个月内，三酸甘油酯就能狂降近40%。这个结果一经公布，可说是轰动了营养学界，许多人惊呼，原来三酸甘油酯的天敌早就躲在我们的餐桌上。但我们仔细看看这项发现有多厉害。一份刊登在营养医学期刊上的研究报告指出，研究人员招募了一群有高血脂倾向的志愿者，将他们分成2组，一组继续吃常见的精致淀粉主食，比如白米饭、白面包等，而另一组则把主食换成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，例如糙米、燕麦、豆类等。试验持续了4个月，期间双方在总热量摄取上保持相近，只是淀粉种类不同。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，摄取抗性淀粉组别的受试者，他们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浓度竟然比试验初期下降了将近40%，而吃精致淀粉的对照组血脂则几乎没有改善。更棒的是，那些吃抗性淀粉的人，很多人体重也下降了几公斤，肝脏的脂肪指数也大幅改善，有的人甚至从重度降到了中度甚至轻度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仅仅改变吃的淀粉种类，就同时对血脂、体重、肝脏健康产生了连锁的正面效应。4个月降低40%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效果，几乎可以和某些处方降血脂药一较高下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一种纯天然、安全的方式。抗性淀粉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药丸，而是存在于许多天然食材中的成分。我们日常本来就可以吃到它，只不过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它有这么神奇的威力。现在科学为我们找出了方向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善加利用这个线索，调整自己的餐盘。接下来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是抗性淀粉。也许光听名字你会觉得陌生，但其实它就是一种淀粉，只不过抗性指的是它抗拒消化的特性。一般的淀粉进入小肠后，很快就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，被吸收入血，所以吃白饭血糖上升快，也容易转化成脂肪囤积。然而抗性淀粉却不一样，它在小肠里顽固的不被消化吸收，就好像躲开了人体消化酶的追捕。一部分抗性淀粉会直接通过小肠到达大肠，才被肠道菌群分解利用。这个过程跟膳食纤维非常类似，抗性淀粉其实就有点像一种隐形的膳食纤维。因为抗性淀粉不在小肠被吸收，所以它不会引起血糖飙升，相反，它提供了饱足感，却不会带来太多热量。试想一下，我们吃同样重量的一碗饭，用富含抗性淀粉的粗粮饭替代精白米饭，分量看似一样饱，但消化吸收的速度慢得多，餐后血糖曲线平缓许多，胰岛素分泌也较少，结果身体就不会收到储存脂肪的信号，肝脏自然也就少了制造三酸甘油酯的原料和动力。长期下来，
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水平当然就降低了。可以说，抗性淀粉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三酸甘油酯的大量来源，让你吃得饱又不容易堆积脂肪，难怪它被称为三酸甘油酯的天敌。抗性淀粉还有另一层好处，它进入大肠后被肠内的益生菌当作食物发酵利用，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对健康有益的短链脂肪酸，比如丁酸，也称丁酸盐，这可是肠道喜欢的营养，能帮助减少肠道发炎，保护肠黏膜健康。同时，肠道菌相的改善也被认为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让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血糖，不容易形成胰岛素阻抗。简单说，抗性淀粉一方面直接减少热量吸收，抑制脂肪合成，另一方面间接通过养护肠道和改善代谢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。如此双管齐下，难怪它能带来多重健康益处。有人形象地称抗性淀粉是可以减肥的淀粉，因为它让爱吃淀粉的人也能兼顾瘦身和健康，不用完全戒除主食，只要换个种类，效果竟然这么好，这简直就是吃货们的福音。听到这里，你一定很好奇，既然抗性淀粉这么好，那我们该从哪里获取它呢？别担心，这天敌的来源其实相当平易近人。营养专家列出了富含抗性淀粉的几种明星食物，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买得到，也吃得惯。糙米，也就是全谷的米，糙米饭比白米饭含有更多纤维和抗性淀粉。以前物资匮乏年代，白米是金贵的，糙米反倒是粗粮。然而，越粗糙的米越健康。用糙米饭取代白米饭是摄取抗性淀粉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燕麦、燕麦片、燕麦粥不仅仅是高纤维，里头的抗性淀粉含量也很高。燕麦中的碳水化合物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难消化的类型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吃燕麦粥觉得很有饱足感，却不容易发胖。各种豆类，包括红豆、绿豆、黑豆、扁豆、鹰嘴豆等等，豆子的淀粉本身就属于抗性淀粉的富矿。你或许有经验，吃豆子比吃米饭更耐饥，这就是因为豆子的淀粉释放慢，而且肠胃需要更多时间去处理它们。较轻的香蕉，没错，香蕉也分熟度，那种还带点青绿色，没有完全熟透的香蕉，淀粉含量高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抗性淀粉。当香蕉完全熟透变黄，甚至出现黑斑时，里头的淀粉大多转为简单的糖分，抗性淀粉含量反而下降。所以如果不介意香蕉没有那么甜软，可以挑选稍轻的香蕉来当水果，其实就是在给自己补充抗性淀粉啊。除了上述这些，其实任何全谷杂粮都比精致白米、白面更好。例如玉米、薏仁、地瓜等等，也含有不少抗性淀粉。甚至有意思的是，烹调和食用方式也会影响抗性淀粉的含量。比如刚煮好的热腾腾白饭抗性淀粉少，但如果你把米饭煮好后冷藏一下再吃，或者用剩饭来炒饭，这些冷却过的米饭反而比新鲜热饭多了一些抗性淀粉。这是因为淀粉在冷却过程中结构重新排列，形成所谓的淀粉回升现象，部分转化为抗性淀粉。同理，马铃薯、芋头这类根茎类食物也是煮熟后冷却再吃更有抗性淀粉。不过在饮食细节上不必钻牛角尖，核心原则很简单，就是多吃天然的、粗糙的、未精制的淀粉食物，少吃精白细软的精致淀粉，你就能摄取到更多抗性淀粉，帮助对抗高血脂。找到了抗性淀粉这个宝藏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每天坚持。正如那项研究强调的，持续几个月可以带来惊人的变化，而血脂管理是一场长跑，不是一两天就万事大吉。我们建议把上述那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融入你的一日三餐之中，例如早餐来一碗燕麦粥，或者来杯燕麦豆浆，为一天拉开健康的序幕。午餐、晚餐时，用糙米饭或五谷饭代替白米饭，或者在白米里掺一些红豆、薏仁一起煮，增加粗粮的摄取。如果吃面时，可以尝试荞麦面、全麦面包等全谷制品来取代精致面粉制品。喜欢吃点心的话，把蛋糕饼干换成一把水煮毛豆，或是一杯无糖优格拌切片稍轻的香蕉，既解馋又补充了抗性淀粉和益生菌，对健康更有利。
也许刚开始改变饮食，你会觉得味道和口感需要适应，白米饭换成糙米饭，可能刚开始觉得没那么香软，全麦面包吃起来也许没那么松软甜美，但请相信我，味觉是可以训练的。当你习惯了粗粮的天然香气，再回头吃那些过于精细甜腻的食物，反而会觉得不自然、不对味。更何况，当你的身体开始因为这些改变而受益时，你会感觉精力更稳定，饭后不再容易昏昏欲睡，体重也可能慢慢下降，肚子也更舒服。毕竟你的肠道菌群正在为你鼓掌呢。这些正向的反馈会让你越来越享受健康饮食带来的好处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几乎把抗性淀粉夸上天了，但也要提醒一句，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万灵丹，抗性淀粉再厉害，也需要整体生活习惯的配合，才能发挥最佳效果。想要远离三酸甘油酯过高以及三高症状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控制总糖分摄取，就算你摄取了抗性淀粉，但如果同时还狂喝含糖饮料，大吃蛋糕甜点，血脂照样难以控制，尽量减少添加糖饮料，改为白开水或无糖茶饮。适量摄取健康油脂，不要一味追求无油饮食。适量的橄榄油、深海鱼等富含 Omega-3 的脂肪，其实对心血管有益，它们可以帮助提高好胆固醇，平衡血脂，同时避免摄入反式脂肪，例如饼干、蛋糕中常用的氢化油。此外，也要少吃含饱和脂肪高的食物，如肥肉、油炸物。戒酒限酒，刚刚说过，酒精是三酸甘油酯的推手。如果能戒酒，三酸甘油酯水平往往会大幅下降。如果不能完全不喝，也请严格限量，比如每周只在特定场合少量饮用，千万别天天小酌，免得养出脂肪肝的大患。规律运动，运动的好处很多，其中之一就是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促进身体利用脂肪功能。每周至少累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能显著提高好的胆固醇，帮助清除坏的胆固醇，对降低三酸甘油酯也有直接帮助。想想看，刚才提到，如果吃很多碳水，60分钟的运动可以抵消它对血脂的影响，所以把运动当作每日习惯，等于给自己多一层保障。维持健康体重，体重超标的人通常伴随血脂问题，透过饮食加运动减重，本身也会令三酸甘油酯下降，尤其是减掉腹部的内脏脂肪，对改善脂肪肝和胰岛素阻抗效果显著。抗性淀粉饮食有助减重，但还是得留意总热量不能无限制摄入，毕竟长期热量过剩肯定不利健康。综上所述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综合的生活方式调整。抗性淀粉就像我们请来的一位强力帮手，帮你看住三酸甘油酯这个坏小子。但是其他该做的功课，比如均衡饮食、运动、戒烟、限酒、定期检查，我们一样都不能少。只有这样全面出击，才能真的让血管一路畅通到老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三酸甘油酯的天敌是什么，也了解了该如何利用它来改善健康。也许你正年轻，觉得心梗、脑梗离自己很遥远，也许你已经中年，开始为体检报告上的红字担忧。无论如何，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在你的餐桌上加进那每天一次的富含抗性淀粉的主食或食材，一天一碗燕麦粥，一碗糙米饭，或者一份杂豆沙拉。就这么简单的改变，长年累月坚持下去，将为你的健康账户积沙成塔。想象一下，等你到了70、80岁的时候，依然精神矍铄，血脉通畅，医生夸你的血管年轻得像个中年人，甚至到了90岁、100岁，你依然没被三高缠身，也没有心梗或中风的阴影在头顶盘旋。这绝非天方夜谭，而是科学指引下我们努力可达成的目标。三酸甘油酯的天敌已经找到，健康长寿的密码也在我们手中。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善用这把钥匙，打开长寿健康之门吧。每天坚持吃一次抗性淀粉，给血管一个大大的惊喜，让长寿不再只是梦想。